辉正，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乱。你刚刚看到了，不仅是伊朗现在在德黑兰部分被轰得跟什么一样，以色列同样也是 GPS 没有不稳的情况之下，他直接往这个医院去打，甚至连政招的大楼都被打了。但现在最可怜是谁？是一群在中东的中国公民。为什么没有人救？没有人帮忙他们，没有人帮忙撤侨。现在他们被形容什么？他们跟国际孤儿一样。是我跟你讲哦，因为是这样子哦，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们本来觉得我们自己外交部动作慢了，哎呦。中国一看还讲说人家台湾都已经撤啦，人家台湾都走啦，我们可不可以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来搭台湾的撤侨啊？对，我们要强调一下，第一个我们台湾这边还没有撤，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情况，你如果想离开，我们外交部其实非常优秀，就是在第一时间跟你说，我可以帮你们安排离开，就说270多人，目前已经有大概20几人已经离开，那其他还没有离开，那所以这个讯息在那个他们以色列那边的华人炸开来哦，很多人就开始骂他们自己的中国的那个大使馆。最好笑一件事情，他说大使馆电话没人接啊，都没人接。后来呢，现在外交部他们中国外交部终于就跳出来说，有，我们要安排撤侨计划，就从6月20号开始哦。如果呢你是在以色列的学生呢，你要来离开的话，你来给我们登记。这个赵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一个关键字？登记学生而已。等一下，意思是说你是在以色列的中国学生，他让你帮你撤。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在那边打工的，我操，你可以戏，不错，就这样子，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吗？他们说现在在那个以色列的中国学生大概有1000名左右，但是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哦，大概有3万人，所以很可怕。他们其他人心想说，学生是命，我们其他人不是命吗？然后就打电话去骂。然后呢，我跟你讲更荒谬的是，那些中国学生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是政府帮我们什么撤侨，他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自费，自费的。就是那个帮你打好，那个车子帮你准备好，但是你要自费。所以换句话说，现在中国人在那个以色列要撤的行动真是一团混乱。所以他们自己很多人在那边哀哀叫。然后呢，有很多人想说，既然我们的那个中国驻以色列这个大使馆根本没有这个电话打不通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怎么办呢？他只能自求深入。他们很辛苦有人就开始讲，他说我从6月13号下午3点钟我就开始找，后来就发现说你要先往南逃，你要逃到哪里去？你要先往南逃之后，然后再从那边经过，然后再设法搭一个大巴再到埃及去。他只有讲一个重点，他说我光是抢那个巴士的那个票，大概10倍。然后呢，如果我要抢从那边再到那个埃及的一些票，不管是船票或什么票，加起来我跟你讲，大概也是10倍。夯不啷当，他说所有的那个逃的费用，大概目前为止$1-2千跑不掉。我要花$1-2千，对，而且很狼狈的，一路这样子过去。是，但是那还是已经可以撤掉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撤不掉，所以他们大家都火了。他们火了，他说人家那个台湾中华民国人家是政府每天问你说，你要撤吗？我们可以帮你协助你，但我们打电话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大使馆没人接。他们最生气的是说，会不会连我们自己的大使都自己先烂干了，不然我们自己在那边完全没有人接的情况，是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哦。我觉得现在最荒谬的是什么？中国现在怎么把他公民你丢下来自己弄，但是什么？他又在那边给我这种大外宣。什么叫大外宣？中国宣布在以色列撤侨，你拿台胞证也能登记。我哪需要什么台胞，你就不能救，还在那边吹？对，所以他们就说今天梁文杰就是我们陆委会的副主委，也特别针对这件事，他说事实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200-300人，我们都有掌握状况，而且我们事实上已经把20几个人都已经撤离开，安全撤离了。那现在呢，就是说中国老是又要在嘴巴上吃我们豆腐，说什么拿台胞证香港什么的香港籍的、澳门籍的也都可以，你自己自顾不暇了。记不记得我刚刚讲的，总共有多少人？3万人。对，你的3万中国籍的工人，你现在想办法安顿他们吧。你连你自己的中国学生，人家撤离，你还要叫他自己，而且很荒谬。他们有人说什么？他说我打电话去，后来打了好久，电话终于通了。你知道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你可以往约旦走，约旦那边还是安全的。然后你自己叫 Uber， 叫人家自己叫 Uber。他就心里讲说，我如果叫得到 Uber 的话，我现在需要找大使馆吗？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一
团混乱。然后呢，每个人就开始在那边比较啊，说，哎，我多惨哦，我从哪边？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就说，我从西哈这个也是他们耶路撒冷的那边附近的一个城，这个以色列附近一个城市。他说我光从西哈要到阿巴斯哦，你知道吗？我找了多久，终于找到大巴，我终于找到巴士票，本来只卖我一张，我跟我朋友2个人，我们2个决定同进退，后来盯到最后，终于买到这2张票。我们顶着40几度的一个烈阳，我们坐了大概30-40个小时的车子，走了这个584公里的路，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港口城市。来到港口城市一样，那个船票告诉你，连番起价，就是开始多少美金500美金、600美金、700美金。简单一句话，他说他们最后你知道，他们2个人是等到船都要开的前半小时才拿到票啊，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前半小时才拿到。对，而且就是价格已经一直涨。那因为反正就是非常的荒谬。对。然后他们他们还是属于逃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事？他就说在这控诉那个中国的大使馆。他说在这种危难的时刻，你竟然没有通知，6月13号就开始打仗了，6月15号情况都很危急了，你现在6月20号告诉我们开放大家登记，他说你根本是拿我们的生命在开玩笑，而你在拿自己中国人生命开玩笑的时候，你嘴巴还要吃台湾人，还要吃澳门人的豆腐。这种为什么这次伊朗会被打得这么惨？很大因素是什么？摩萨德。对，摩萨德的情报非常厉害。这种是什么？你伊朗一定是有鬼嘛，内神通外鬼嘛。我心里想，太夸张了，伊朗怎么被渗透成这样子？没想到我们台湾也被渗透成这样。这人是谁？这人叫做高安国。对，他是历年层级最高的共谍。他做了什么事情？我看完之后整个傻眼。他竟然搞一个什么？他用无人机去跟踪我们国军的雷达车。对。跟踪完之后，再把这一段画面再交给了中国。对，这不就是跟伊朗一模一样的剧情吗？对，没错。我们现在一定要捉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是在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里面，伊朗为什么被端得那么惨？因为以色列都已经知道你内部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排除里面还有很多内应在那个地方，所以真的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内应会慢慢的浮上台面。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时候呢，赶快把这些内应把它找出来。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要是这一位，你刚才提到这一位，他官拜到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军的中将的这个军阶，好，那因为他最近被起诉了，因为他违反这个国安法，因为他涉嫌呢提供包说很多重要的情资呢给中国大陆，而且不只是提供情资哦，他们还说了我们要组织我们要吸收部队里面的人哦，赵你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吗？真的老共打过来之后，他们要成为内应，然后从内应呢，从里面呢响应中国的这个军队啊，这个攻击台湾啊，就当内应了。对，没错。好，那你看，事实上这一次来说的话，因为除了他之外，还有非常多人被起诉。好，那我们就讲，主要因为他们都违反这个国安，他们就这个组建什么武装部队嘛，然后一谋要策划这个政府嘛，然后充当内应攻台嘛，所以依国安法能起诉这6个人。好，这6个人有谁呢？高安国，他被刑求10年。好，另外一个刘以珍是他的女朋友，他被求刑8年左右一个状况。然后他有个义子，也就是现任，他们还组了一个叫台湾郡政府的发言人侯少康，他被求处8年。然后另外一个退役的这个陆军的司令的后勤少校来说，这个张胜豪被求刑8年，求刑8年。那另外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尉邱荣宏被求刑3年5个月。然后另外一个陈进怀被求刑4年6个月。事实上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主要是因为他跟军方很多是人很熟嘛，所以里面这些人呢，有些是军方他过去的这个同僚，那有些是现在还在线上的这个军人。他就透过这些方式呢，他要探取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我们都做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推的演练嘛，汉光演习啊，各式各样的演习的时候，你看我们都会出动这个所谓我们的这个雷达车啦，还有我们的这个飞弹的这个车子啦，好，就他怎么做呢？他就说，因为我们知道说老共真的要登陆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摧毁我们的雷达嘛，对，因为他一定要让我们眼睛瞎了，在我们的飞弹车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把它打掉嘛，这就一样，所以他就说，他就没想到透过所谓他无人机有很多这个他的装备，然后他就在我们台湾每一次只要演练的时候，他就到旁边去，然后就飞无人机，然后趁机窥探说，就真的模拟那个画面，那真的窥探说看一下你的虚实，对，窥探说，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啦？那因为他本来陆军，他对军事有点了解，所以你看了一个布置，我相信他也大概了解。然后他甚至还什么？他甚至还在研究我们的北海岸啊，还有各个海岸，他说研究何种地形有利于解放军入侵啊，然后跟中国回报啊，然后还承诺说暂时我们要充当武装的内应啊，里应外合协助攻台。所以呢就是这样。
好，那你讲说，那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呢？他在2018年到2024年的时候，他是跟这个张安乐的这个介绍之下到中国去，然后他中国的时候就被中国官方吸收之后就变成是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就讲他还写了一份叫做统一计划书，然后就跟他们要钱嘛，甚至还有编列预算哦。所以我才说，他在做事情来说不是。真的是他心甘情愿的哦，他还接受中国官方的资助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他真的很不应该，为什么？张安国这位将军，他官拜我们中华民国陆军的这个中将，你看他什么？他陆军官校毕业，然后还去这个美军的这个步兵学校训练，这个陆军的这个子参学院、革命研究院，然后革命的这个革实院，然后包括说战术研究班，然后战争学院，所以才当到中将嘛。他当过什么？花莲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啊，6军团的司令的副司令，官拜中将退伍。而且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他的官已经当到这么高，重点是什么？他们家的历史怎么会让他变成也变共谍？来，导播我们看，他的父亲叫做高笃伦，对，他是曾经参与国共徐蚌会战的，对，他以前是打老共的，对啊，然后你孩子应该也是打老共的，对啊，结果你竟然还可以被渗透，没错，我就说这个高安国，如果你是说你跟这个老共没有什么仇恨，那就算，你老爸跟老公还有仇恨呢，你老爸，我刚才这个你讲到的这个高笃伦，他曾经担任过国共我们徐蚌会战，或是中国把它叫淮海战役，他当时收容这个江北转进部队，还有撤退的家眷，随着国民党来台湾呢。所以他应该是反共意识相当强烈。我相信呢，如果他老爸还在，我看到你这样，他一定会打你一巴掌。怎么我当初都在怕这个共谍，就没想到我儿子变成是共谍一个状况。好，那这个高安国当然就说没有啦，我老爸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你看，他说我的祖父有这个2个儿子啊，2个儿子来说话有三子的这个高纪元，还有这个4子的这个高达元，他们是共产党员，所以他要美化他。他说：“我爸虽然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党，但是我们还有共产党啊，我们为了什么国共一家亲，这样啊，所以就这样嘛。所以你看他还在辩解，当然辩解来说，我觉得也没有用啦，因为你真的是触犯了我们台湾相关的这个法令嘛。好，那他主要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说他接受他跟这个张安乐到中国去之后呢，透过张安乐认识非常多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嘛。那事实上为什么张安乐会吸收他？很简单，因为他退伍没多久的时候，2014年，你看哦。”他跟30名的这个退将，他们前往厦门参加将军论坛嘛，那呼吁国军不要阻止解放军攻台，就引起注意嘛，所以等于是说张安乐就知道你的政治倾向，所以张安乐就在2018年到2014年就把他带去中国大陆，跟相关的中国的情治人员互相的这个沟通嘛。好，那我就讲，他们除了这个接受中国的资助之外，他们还成立台湾秘密成立单位。你看他们成立这个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那还煞有介事。他们在2018年还成立了这个成立大会，然后成立大会来说，要成军典礼，每一个人要交1000块，然后还什么分给你什么贝雷帽，然后还你看他把台湾军区分成很多军区，煞有介事。然后就反正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们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必要时候我们可以这个颠覆台湾的政府。好。那我就想，你看他这个高安国最近还接受这个，他在记者，因为他在出庭，他主要在开庭的时候，记者他就问他，你是否会后悔投共？为何背叛国家？对，结果高安国说什么？谁跟你背叛国家？对，谁背叛国家？胡说八道。对，然后记者问他说，那你收了多少钱？不讲话了。对，没错，你看你不是没有背叛吗？对，好，你看没有背叛国家，胡说八道。可是问题是，你收了多少钱？等乌鸦飞过，所以你用到事实上，他显然他也知道这个不行这样子。好，那我就讲，那你要他到底有没有鬼？当然有鬼啊！你看，我们不是说前一阵子中国不是他们这个东部战区不是发布所谓的他们要这个在台湾的一些相关的影片的时候，不是把我们赖总统形成的绿区吗？而且这个人是谁？就是高安国，对嘛？你看他监狱里面只有2个人呢。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高安国，对不对？所以那你看，连这个中国台办的发言人都说，台湾地区用所谓的国安法这个处理张安国是不折不扣的恶法。所以你要讲嘛，张安国中国都把它做到文宣里面，都会国台办都出来讲，那不是自己人，不然那是谁的人呢？玉凤，今天这个起诉更让我毛骨悚然。这个人叫做张明哲，为什么用毛骨悚然来形容？他当共谍，没有想到中共的情报人员跟他在第三方的地方来见面，见面之后呢，他直接跟他说，我给你30万，然后还什么？我每个月都养你，我给你6万5千块。我心里想，最害怕的是什么？张明哲，你到底拿出什么资料，让人家这样子每个月养你？我们先来讲张明哲是谁？张明哲是我们的空军上校，上校是什么概念？马上就要晋升将军了。
过去来讲的话，大家讲说你如果可以当上将军的话，那你的祖坟会冒青烟的。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武官竟然这么贪生怕死又爱钱。过去来讲的话，有军官拍投降片，也有非官上尉来泄密，然后呢，总统府的宪兵也收钱。但没有想到，这个张明哲他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啊！他怎么样的收钱呢？有一个台商呢，这个台商叫钟顺和，钟顺和先知道张明哲爱钱之后呢，把张泽民呢带去哪里？带到了巴厘岛去。但巴厘岛过去的话，你知道吗？他竟然在解放军的面前申请面试。过去来讲的话，很多的军人被抓到是共谍的时候呢，他们说因为对方威胁我，或者是美人计，然后呢让我入瓮。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去哪里？是去面试的。他去巴厘岛特别面试。对，他要在巴厘岛的共军的前面，还写他的履历，然后呢还要证明他的身家清白。我就说我们的国军怎么会这样子主动向共产党来投降啊？向解放军来投降？然后呢做完之后呢，解放军的代表非常的高兴，直接给他1万美金。1万美金折合台币大概是30万，当成他的见面礼，然后呢就收买他了。收买他之后，他还非常的怕哦，这1万美金如果我带回来之后的话，你在机场被查到，那你是有不明金钱来源。他竟然请钟顺和说，你先帮我收着，然后呢再把它转换过来。第一个，他已经被渗透了，被渗透之后呢，他拿了30万的见面礼，然后每个月竟然还有6.5万呢。哇，6.5万呢，然后完全每个月养你哎。对，然后呢，除了他之外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中校叶冠奇。叶冠奇呢，2023年的时候呢，跟刚才那个张明哲呢聚餐的时候认识的钟顺和，也是这个线头。结果呢，他要出去玩的时候，你知道吗？要去新加坡玩，老共竟然还透过钟顺和直接拿了5000块美金，大概15万的新台币给他当成旅费。那你知道吗？今天来说的话，这些事情曝光了，他光是见面30万，每个月给你6.5万，对，你一定给很好的。老美非常的火大，你们竟然拿我们的军事机密资料拿去卖给老共，那以后大家要不要合作？你看哦，过去来讲的话，说台美安全合作要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然后呢，每一次海马式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美国的教官过来支持我们。结果你看到他把这个台美联合工作的任务跟定位、空虚演习的简报、空军联队的简报，然后呢，这些对台工作都把它弄给老共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叫做台美联合工作任务及定位。台美第一个关键字任务什么？相关任务里面很多机密你的资料。对，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老美告诉国军说，你们泄露的东西不只有这些，你知道吗？在他的电池记录电脑里面有电池记录，把它重新洗出来之后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连队的一个简报，然后还有机密的业务的一个公文。这时候呢，张明哲讲说，没有，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执掌范围，所以呢，我用电脑把这些东西存下来。问题是老美已经知道说，你这些东西跟你的业务都没有关系，你是特别去刺探的，所以等于说他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些资料，而且呢都跟美方有关系的资料，其实你现在只抓到这一个张明哲，跟只抓到刚才那个中校，其实够不够？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老共已经在你的军队里面弄了一条边了。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就抓这2个头，没有办法来去除，而这个东西来讲，会对台美关系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每次我们想拉你，或者是呢，我们跟你共享一些机密资料，你嘴巴说你要保密防谍，结果呢，你都主动泄露，都泄密了。对，而且这泄密让老美最生气的事情是，你没有被威胁，你是举手选我，还主动去示好，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会不会影响台美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